你一定聽過一句話，一次投入的績效通常比定期定額還要好。但同時也有人跟你說，定期定額最安全，最適合小資族。但現在在市場上，這兩派常常發生衝突，一邊叫你 all in， 一邊叫你慢慢扣。對大多數投資人來說，這種對立的資訊反而讓人更困惑，到底該選哪一個？我現在到底該怎麼做？今天這集我就會帶你一起把整件事情看清楚。一次投入真的永遠比較強嗎？定期定額是不是比較差？最後我也會分享我自己的加強版秘技，讓你不管用哪種方法都能讓報酬加速。影片開始前請先幫我點讚，然後訂閱我的頻道，然後再幫我點個推播，把影片推散出去，讓更多人一起享受到美股的美好，一起靠美股 ETF 賺大錢哦。另外我的會員跟超級感謝也開通了，如果有能力也覺得我做得還不錯的話，歡迎加入頻道會員跟小額贊助，每個月會有固定深入探討的影片哦。歡迎回來，我是 L， 這裡每周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學，讓你在投資美股的路上能夠順順利利累積到你該有的財富。如果你有在投資美股 ETF， 應該多少聽過一句話，一次投入的績效通常比定期定額還要好。這句話在網絡上被講到爛，但很多人其實不知道背後原因，也不知道自己該選哪種方式。所以我們就從大家最在意的地方開始，真實比較到底差多少。我們先用最公平的比較方式，同樣 VO 發行的第一年就開始投資。假設那時你直接投入100萬進去，之後就放着不動，以發行至今的實際報酬 14.97% 來計算，16年來總共會滾出將近932萬。如果當時你並沒有100萬，而是選擇每個月定期定額1萬，同樣的報酬一路扣到現在，總共可以累積將近667萬。比較起來，一次投入的報酬確實效果會比定期定額還要更好，這也很符合絕大多數的研究跟回測結果。原因其實並不複雜，因為市場長期往上，而越早進市場的錢，能享受到的複利時間就越長。若要追求報酬最大化，一次投入確實是最好的方式。這個結論聽起來很合理，您也會覺得，那我是不是盡量一次投入比較好？甚至有人心裡會進一步想，我如果能 all in， 是不是會賺更多？這些想法完全正常，也很符合人性。畢竟，只要能讓複利提早開始，它的威力確實比你慢慢扣款還要更驚人。所以看到這邊，如果你覺得這樣的推論合理的話，請簡單幫我留言合理，這樣我就知道你已經理解了。因為接下來我要來戳破這個論點的粉紅泡泡，讓你了解有哪些跟現實脫節的點。前一段我們的比較方式是幾乎所有文章、影片、研究都非常喜歡用的方法，一次投入100萬元，對於每月定期定額1萬元，然後再讓你看看20年後誰的報酬比較高，最後得出一個看似科學理性的結論。一次投入大多贏定期定額，因為市場長期是向上的，所以越早把錢放進市場的那個人，享受到的複利效果一定越大。不過這個比較方法沒有告訴你的是，這當中所有的完美條件在現實中是非常困難的事。大多數人根本沒有那筆100萬可以一次拿出來投資。你可以問你自己或是身邊的人，真的有辦法可以一天之內掏出100萬放進市場嗎？我想多數人，可能包含你自己，都會說 no。 聽到這裡你可能會很氣餒，但這並不是你的錯，也不是你不努力。我們出社會工作後，生活的各種支出，像房租、車貸、家用、保險、水電、家庭義務、突發事件，至少佔據掉我們1半以上的每月薪資，尤其這幾年比例更是節節攀升。在存錢越來越困難的現在，能在某一天突然空出這麼大筆錢的人本來就很少。多數的一般上班族每個月就是存了幾千、1萬多，慢慢累積，可能存了2-3年才湊出大概20-30萬出來。真的要累積到100萬，可能還得要再花個7-8年。如果你真的很幸運，手上就剛好有100萬，我就問你敢現在全部丟進市場嗎？你的話我不知道，但我清楚大部分人確實不敢。這也很容易理解，因為100萬真的不是小數字，而是一筆大到可能影響你人生計劃的金額。要你現在全部投入，心理壓力是非常巨大的。就算你真的決定要投入，在按下買進之前，你一定會開始上演各種小劇場，
現在是不是漲太多？會不會是高點？最近跌很兇，掉進去會不會越買越跌？如果我一買就虧20%，我要怎麼面對？這些擔心都是真實的，也是人性最自然的反應。這就是一次投入真正的問題所在，不是怕沒有那筆錢，而是心裡承受不起。人類的大腦本能的排斥風險，更排斥不確定性。我們天生就害怕損失，所以在面對大金額決策時，大腦會自動把未來所有可能發生的壞事放大好幾倍。這樣的心理並不是弱點，而是生物本能。但也因為這種本能，讓一次投入在現實中成為很難落地的策略。這也是為什麼多數投資人會掉進市場 timing 的陷阱，因為市場的波動有人讓你覺得還不夠安全，還不到位，還可以再等等。於是你等待漲不敢買，也等待跌不敢買，等着等着，1年過去了，你可能還停留在原地。所以一次投入看起來強，但它淘汰掉的不是報酬率，而是一般人的心理承受度。當你看到這邊，如果知道一次投入的難處對你來說也很難達成的話，請幫我簡單留言，好難。而接下來我也要來破解另外一個很常見的迷思，也沒有多少專家告訴你這個真相。老實說，從以前到現在，我還蠻常看到這樣的問題。如果借錢可以提前投入，加速複利，那是不是代表我應該借錢一次投入？如果可以提前用到本來沒有的錢，聽起來就像是按下加速鍵，讓資產往前衝。如果只看理論，借錢投資確實有吸引人的地方。用別人的錢加速你的滾雪球，市場只要往上走，你賺的速度就會快得多。因為我還蠻常看到有人用這樣的方式投資，甚至大力提倡。我自己多年以前也差點跟着跳進去。但這種想法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，市場不會按照你的想象軌跡走，而你的生活更不會按照市場金融模型運作。我得誠實說，真正讓借錢投資變得危險的，不是報酬率，是人性。市場的漲跌永遠是難以預測的。你可以接受市場一天跌3%，一個月跌10%，一年跌25%嗎？如果你是用自己的錢，也許還能咬着牙撐過去。但如果你背後還多了一個貸款，多了一筆利息，多了一個每個月要還錢的壓力，那種心理負擔完全是另一個層級。我看過不少借錢投資的人，在市場順風的時候都很敢衝，覺得自己比別人多聰明一步。但只要遇到一段長期下跌，或市場遲遲不反彈，他們的情緒完全撐不住。市場跌不止賬面下滑，壓力也開始增加，擔心自己還得起嗎？擔心如果繼續跌，生活會不會崩？甚至開始懷疑當初做的決定是不是錯的。如果此時剛好生活又出現其他變數，比如工作不穩、收入減少、家裡有突發狀況、醫療費用增加，那種壓力會瞬間放大。明明市場本身沒有什麼問題，但因為槓桿的存在，你就再也沒辦法等下去，最後只好在最低點砍掉部位，還背着負債，然後花好幾年才能把生活調回正常軌道。這樣的例子我真的看過太多，光是去年4月的股災，就有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。剛剛講到的慘況，這位苦主全都中。詳細故事我就放在這，有興趣可以按下暫停看看。要承擔槓桿風險，必須具備3個條件：現金流非常穩定，心理素質要夠強，必須確保生活不會因為意外而需要大量資金。但問題是，多數人都不具備這3個條件，因為生活本來就充滿不確定。你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裁員，不知道家庭是否會突然需要支出，不知道市場是否會連跌2年，更不知道心裡能不能真的承受住那段混亂。所以借錢一次投入的理論沒有錯，但它錯在不適合大部分的人生。光是一個小小的不確定，就足以粉碎你原本的美好幻想了。看到這邊，如果你也認同借錢一次投入是很危險的事，就請你簡單留言危險。而我接下來會解釋為什麼定期定額適合多數人，而且你一定會強力認同。每次分析到一次投入與定期定額，很多人會把焦點放在哪個報酬比較好。數據往往會告訴你一次投入在複利上領先，但當你把這件事拉回現實生活，就會發現大部分人能真正做到也最能持續下去的，其實是定期定額。這並不是保守，也不是笨，而是對於普通上班族、現代生活環境以及我們的金錢壓力來說，這種方式更符合人性。你可以把定期定額想成是一種變相的存錢習慣，
每個月固定扣款，扣的是一筆你已經習慣、心理上能接受的錢，金額不一定要大，有時候只是5000、1萬、2萬，但因為它是固定的、規律的、持續的，所以會在你不太需要注意的情形下，慢慢的累積起來。最重要的是，定期定額是一種不需要靠意志力的投資方式，它不像一次投入需要你在某一天下很重的決定，也不像波段操作要一直盯盤、猜時機、承受壓力。相反的，它是你生活中一件會自動發生的事，就像每個月扣房租、扣水電，扣款來了就讓它扣，而且比起房租水電，你也會扣得很開心，久了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從行為心理學來看，這是非常強大的，因為大多數人投資上最大的問題，不是沒有選對時機，而是完全沒有參與市場。他們會因為害怕，因為市場跌，因為最近很多新聞負面，因為覺得錢不夠多，而讓自己停在場外。而定期定額的最大功用就是打破這個惡性循環，它逼你把錢留下來，哪怕只是小額，它讓你不需要猜高低點，也不需要預測市場，它確保你永遠在市場裡，不會錯過大行情，它讓你不會因為市場波動而停扣，它讓你在最恐慌的時候仍然能夠繼續前進。對大多數而言，定期定額不是報酬最強的方式，但卻是你最容易做到且最不會放棄的方式。或許你還是想反駁一下，那好，我們再聊一個非常現實的觀點。等你存到100萬再一次投入，你可能已經錯過市場裡最肥美的那些年。這句話乍聽有點刺耳，但它真的發生在很多人身上。你存錢的速度不會比市場漲得快，假設一年存10萬，你要存10年才能存到100萬。但問題是，市場這10年很有可能已經漲了 50%、80%， 甚至翻倍。你想存好一筆再投入，等你真的存到的時候，最甜的那段複利早已結束。說得更現實一點的，有時候少賺反而比賠錢還要更讓人懊惱生氣。每次看到股市創新高，你一定會聽到很多人說，早知道那個時候有買就好了。這也是為什麼真正的投資專家常常強調，重要的不是你投入多少，而是你什麼時候開始。當你把時間放在市場之外，你不是避開風險，而是錯過報酬。一次投入時，你需要面對自己的恐懼，但定期定額時，你只需要面對你的規律。這兩者看似一線之隔，實際上差異極大。市場跌的時候，大部分人會害怕，但定期定額的投資人反而會因為扣款變便宜而買得更開心。市場漲的時候，也不會因此錯過，這讓你在任何行情下都能保持穩定，不會因為情緒而做出錯誤決定。舉例來說，每月扣款1萬元，只是你生活費中的一個固定項目，你不會特別緊張，因為那是習慣的一部分。但一次投入100萬元，是好幾年的存款，甚至是你曾經非常努力才累積起來的資產。那種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壓力，會讓人遲疑、焦慮、反覆觀望，甚至因此動彈不得。這也是定期定額最核心的力量，它把投資變成一個不用思考、累積習慣，甚至不論行情好壞都能堅持的行為。所以，一般上班族想靠投資累積到一筆大資產，哪個方式最可靠？我會說，如果你沒有一次投入的錢，也無法承擔一次投入的心理壓力，那你就應該從定期定額開始。不是因為它最強，而是因為它最能讓你一路走下去。投資世界裡真正的勝利者，從來不是報酬率最高的人，而是那個能夠一直待在市場裡的人。所以，當你看到那些聲稱一次投入比較強的圖表時，你可以理解數據沒問題。但當你看到大部分普通上班族選擇定期定額時，也要理解那不是笨，而是非常務實。因為多數人真正的困難不是一次投入和定期定額哪個比較強，而是我能不能有一個方式讓我真的開始投資，真的持續投資，以及真的讓我活在市場裡。而這些數學模型不會告訴你，但生活會。看到這裡，如果你也認同定期定額是你現在最容易做到的方式，簡單留言定期定額。接下來我會分享個人正在用的終極祕技，讓你可以透過定期定額強化你的獲利。很多人在投資一段時間後會開始，我是不是應該再快一點？是不是有什麼方法能讓我比別人更早看到成果？這個想法很正常，因為人性就是這樣，我們總希望自己努力的成果能越快看見越好。但問題來了，為了追求更快，有些人會選擇走上槓桿或借錢 all in 的路。這當然能讓你在市場好的時候衝得很快，可一旦市場遇到逆風，那種速度會反過來吞噬你。
長期下來，你會發現，不是市場讓你失敗，而是壓力讓你失敗。所以我要來分享自己這幾年一路實驗、一路優化之後，最賺錢、最現實，也最能長期堅持的2大加強版秘技。這2種方法的共通點是，它們不會讓你爆炸，不會拖垮你的生活，也不會在市場回檔時讓你崩潰。長期下來，它們反而能顯著提高你的累積速度。第一個方式看起來簡單到不可思議，但威力超乎想象，就是每年提高你的定期定額金額。很簡單吧？如果你現在是每個月扣5000，明年就調到1萬，後年再變成12000，之後變成13000、15000、2萬，這樣不斷加下去。這種小幅循序漸進的調整看似不起眼，但它是複利世界裡最強的魔法之一。它靠的是生活裡最容易達成的一件事：收入增加，投資金額就跟着增加。為什麼我會說它這麼有效？是因為複利不是靠跳躍，而是靠推進。你每年多加一點，就像是每年替你的複利發動機加上一點馬力。複利公式裡最關鍵的不是報酬率，而是長期投入加不斷累積的本金。本金越大，複利越快，複利越快，成果越驚人，成果越驚人，越能讓你提早財務自由。這不是理論，而是我實際走過的路。我目前每月投入$2100，照理說這已經不算少，但我沒有停在這裡，因為每次調薪後，我一定會重新調整投入金額。今年調薪之後，我預計把投入金額提高到$2200或$2300，未來收入更好時，也會持續往上加。對我來說，這是一種跟着生活節奏調整的習慣，不會突然壓力爆表，慢慢調整，身體和心理都能適應。長期看下來，本金累積速度會明顯上升，而複利也會替你做剩下的事。第二個方式，在自己可接受的範圍內，提升高報酬 ETF 佔比，讓複利的坡度更陡。如果你現在的配置是 80% VOO 加 20% QQQ， 你可以試着把它調成 70% VOO 加 30% QQQ。甚至你覺得承受波動的能力更強，還可以做到 50% VOO 加 50% QQQ。 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賭科技，而是因為美國市場長期的成長動能有很大的比重來自科技產業，而 QQQ 的組成就是對待長期成長的主要來源之一。可能會有人擔心這樣會不會太冒險？老實說有風險，但風險有層級。如果你把科技比喻成市場裡跑最快的一群選手，那 QQQ 就是其中的第一梯隊。 VOO 則像是整個市場的大盤，穩定扎實，不容易失控。把兩者適度混合是一種穩中求快的策略。但這裡的關鍵是你的心臟撐不撐得住波動。頻率調高後回檔時會比較痛，漲的時候會比較爽。但如果你承受不了波動，反而會在錯誤時點砍掉，那整個策略就失去意義。這時你可能會想說，那槓桿 ETF 像 TQQQ 應該可以加進來吧？我會非常直接說，不建議。不是因為它不好，而是因為它不適合長期小資族。TQQQ 的波動過大，下跌時的幅度甚至能讓人心臟停半拍，而且複委託不能定期定額，你會被迫做市場 timing， 這會讓你不知不覺就陷入看盤、緊張、提扣、進進出出的負面循環。最後你受不了，只能賣在最糟糕的位置，被迫出場。那這2個加強版秘技的核心是什麼？持續亦可承受。他們靠的是生活中你做得到的事情，而當你把投資變成一件生活中的習慣，你就會比別人更快看到真正的複利效果。投資到現在超過10年，我真的覺得大部分人輸，不是輸在報酬率輸給市場，而是輸在自己承受不了而離開市場。你只要留在市場裡，就已經過 80% 的人了，真的。而透過每年調高扣款，適度增加高報酬 ETF 的佔比，不只是留在市場裡，還比別人多跑一步，多加一點速，這才是真正的秘密武器。看到這邊，如果這2種方法你也很能認同，想試試的話，麻煩你簡單留言想試試。因為接下來我將會提供你3種最容易走的路徑，搭配剛剛提到的2個方法，更能加快你的腳步哦。前面講了這麼多方法、策略跟觀念，你或許心裡還是會浮出一個最真實的問題：這些方法一般人真的做得到嗎？還是只有收入比較高的人才能靠 ETF 滾到1000萬？說實在，我自己在走這條路的時候，時不時也會問自己：靠着薪水，靠着每月固定的扣款，真的能累積到8位數的資產嗎？還是這只是理論上美好的想象？但執行到現在，我越來越清楚，
這不是夢，也不是幸運，而是一種任何人都能複製的節奏。關鍵從來不在於你一次投多少錢，而在於你是否能規律投入與持續投入。只要你願意開始，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那條路。如果有興趣的話，可以參考這一集，裡面會有更詳細的解說哦。回到這裡我分成3種入門門徑，你可以選一條一路走到底，也可以中途換一條路走，跟你的職場一樣。不論怎麼走，你會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只要你願意持續，最後都會到達1000萬。為了計算方便，這裡我先假設每年年化報酬率為 10%， 而這也是投資 S&P 500 35年來的年化報酬。第一條路，小資入門款，每月投入5000元，是最一般也最常見的一條路。如果你每月投入5000元，用剛剛的長期報酬來算，大概需要30年左右。這看起來很久，但你想想看，30年後你依然會活着，依然會需要錢。那時如果沒有投資，日子會不會更辛苦？而現在你能夠提前為30年後的自己準備一筆有力量的資產，這不是幸運，而是一種責任，也是一種對自己人生的善待。而且30年並沒有你想象的那麼長，過了30歲後再回頭看看人生，你會發現上一個10年其實很快就過去了。如果你現在30歲，60歲時看到1000萬，這不是奢望，而是數學的結果。第二條路，每月投入1萬，這是大部分中產族群最容易達到的速度。如果你狀況相對 OK， 可以每月投入1萬，那麼時間會大大縮短到23年左右。很多人在職涯中期，薪水變高，生活狀態更穩定，花費可控時，都能把投入金額從5000提升到1萬。這不需要你是高薪族，只需要你願意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開銷，每年把調薪的一部分拿來提高扣款，用生活微調換取財務急速前進。你很可能會發現，在某個時期，你每個月投入1萬元，其實沒有想象中這麼痛苦，反而是一種讓你感到踏實、安心的節奏。而若你從30到35歲開始投入，60歲前看到1000萬，是極高幾率的結果。第三條路，每月投入2萬，這是針對想更快的族群。如果你每月能投入2萬，那麼只需要17年左右就能抵達1000萬。這是一條中高動能的路，通常適合薪資較穩定、產業相對高薪或者生活負擔較低的人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在30歲開始，你可能在50歲前就能看到人生第一個1000萬。這些數字不是我發明的，也不是用來激勵你，而是數學計算後自然跑出來的結果。這些成果都不是靠天賦，而是靠願意開始與願意持續。你會發現，這3種情境雖然投入金額不同，但結論完全一致。只要你能持續投入，你就能達到1000萬。而且，如果你能力夠好，想要提高到3萬、5萬，甚至10萬，也都非常 OK。真正拉開彼此差距的，只是2件事：第一，你有沒有開始；第二，你能不能持續。大部分人輸，不是輸在報酬率，而是輸在沒有真的開始或中途退出。而現在你知道了，只要你願意設定一個自己負擔得起的扣款金額，哪怕只是5000、8000、1萬，你的複利就會開始操作，未來也會開始對你微笑。走到最後，你會發現一次投入和定期定額之間的差距遠沒有想象中那麼巨大。真正能拉開彼此差距的，其實不是方法本身，而是誰能用一種自己撐得住、能長期維持的方式，一直待在市場裡。如果你剛好有一筆大額資金，那就投入；如果沒有，那就定期定額，讓投資變成生活習慣。如果想再快一點，只需要把每年扣款金額提高一點點，讓複利的速度自然就能加快。投資不是短跑衝刺，不是靠一次豪賭決勝負，它是一場長跑，比的是耐力、節奏，以及你能不能把心放穩。跑得久的人才是最後贏的人。只要你能讓自己一直留在市場裡，時間會替你完成剩下的事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，最後還是要麻煩你幫我按個讚，讓這部影片可以被更多人看到，讓更多人一起賺錢。如果你對美股定期定額有興趣，也請務必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每個星期都會分享投資美股還有 ETF 的心得，有興趣的你千萬不要錯過。我是 AL，那我們下期見。